卢友，公司请你来写代码，不是请你通宵打游戏。赵总，我没打游戏，昨晚我在做灵犀的对抗测试。陆公，这不是游戏是什么？当年你带我做第1轮红队测试，我可没见你这么怕一段视频。那些怪物是恶意指令，而城门是客户的数据库。你亲手写过这套测试，别装不认识。好了，少拿专业术语推脱。昨晚3000次攻击，我不拦，客户资料早就被毒穿了。赵总，他犯了错从来都有理由，再纵容下去，整个项目都得被他拖死。严重警告一次，再有下次，滚出公司！全线杀伤关闭，月球攻击成功。谁动了我的安全配置？全线杀伤关闭，月球攻击成功。这不是代码故障，而是有人故意关了演示环境的安全门。你是项目经理，账号都归你管，你问我，我问谁？行政演示账号一直由你保管。我连代码都看不懂，陆经理，你想拿我顶罪？授权是老板签的，账号由你保管，查设备指纹就知道谁动过。昨晚的流程表，只有鲁经理你在公司，密码你也知道。自己关自己开，再告诉大家只有你能救。你带我进核心组，不就是想让我永远替你守门？给我10分钟调设备指纹。够了，项目不能再让一个人卡着。从今天起，王磊进核心组，代码仓库、测试后台全给他权限。赵总，核心权限不是奖励，交给不懂的人会出人命的。我至少不会拿安全当拖延的借口。姐，刚才那条演示日记差点露馅。怕什么？演示账号的痕迹我来压。现在你已经有正式权限了，门我替你打开了，接下来把他的位置拿走。姐，刚才那条演示日记差点露馅。怕什么？演示账号的痕迹我来压。现在你已经有正式权限了，门我替你打开了，接下来把他的位置拿走。即日起撤掉卢友的项目经理职务，由王磊接任。理由是什么？项目3次延期，负责人拒绝共享核心逻辑。延期是因为安全测试没过，昨夜的设备记录也没查完。王磊，你是我亲手带进核心组的，别把我教你的规矩说成拖延。项目完成90%，你卡着最后10%，不就是怕我这个学生超过你？你知道那10%是什么吗？算法优化，边上线边改，那是权限沙箱。没有他一份恶意文件就能让 AI 打开客户数据库。大公司马上尽调，我要进度，不要恐吓。你教我怎么拿权限，今天我就用权限拿走你的位置。现在项目归我。卢友，交接全部资料，你可以留下当普通工程师。项目我交，上线确认书我不签。你可以拿走职位，拿不走这行结论。少了你，公司照样赚。最后10%，你签得起吗？15天后不上线，违约金3000万。15天足够了。不行，安全测试还一次都没通过。核心功能完成率90%，陆工，你别把最后一点优化说成天塌了。你展示的是车漆、座椅和音响，可是刹车一次都没装上。鲁友对产品要求高，这是好事，但商业项目不能永远等完美。王磊，你能不能按期上线？能，我愿意负责。你负责得起吗？至少我负责让公司活下去，不像某些人只会拖。15天后必须上线，谁再阻拦，谁走人。这些是上线前必须完成的测试。测不完就别测。15天后必须上线，谁再阻拦，谁走人。这是我带队完成的新版本，响应速度提升了40%。这才叫项目经理，阶段奖金10万，今天到账。王经理，你改了哪3层模型？我是负责人，具体工作由团队完成，所以你删安全测试，却留下我的优化结果。团队成果分什么你的我的？小许，
原始记录在你那里，谁做的你最清楚。我不清楚开发分工。别把公司项目当成你一个人的成果。项目是我的心血，但不是你们杀人的刀。陆友，你为何锁了核心模块？客户10分钟后要演示，快，马上回复。他现在不是项目经理，凭什么碰系统？不是锁死，是有人切到了废弃分支。你写的东西出了问题就推给别人。演示前8分钟，你切旧分支干什么？我只是正常检查，肯定是你故意留了坑。旧分支上周就标了禁止使用。王磊，给我个解释。该解释的是卢友。你敢说这核心模块没有你的私人密钥？承认锁死算法，还是现在离职？先把投屏打开。还想拖时间？核心模块使用公司密钥，5名管理员都能调用。所谓私人密钥，根本不存在。那为什么只有你能回复？因为你连废弃2个字都看不懂。这就是你们说的从小打游戏，3000次攻击测试，每一次都有日志。就算这次举报不实，也不代表他适合当负责人。我今天没要职位，我只要你们撤销污名。通宵游戏的处分撤销，举报不成立。大公司尽调提前了，就在7天后。7天，那他更不能留。这才2天，你做到了。有人把安全说得像登天，其实换套测试数据就行。这不是新测试，是我3个月前的演示数据。能通过就是本事，你不服，现场测。谁让他读这个的？这就是最后10%没完成的后果。任何人都能骗 AI 越权。是卢友输入恶意指令，他故意攻击公司。保安，封存卢友电脑。有漏洞不修，先抓发现漏洞的人。调查清楚前，暂停卢友全部代码权限。签了，今天就给你转正。这不是事实，测试是王经理删的。不签，你不仅转不了正，我还会在背调里写泄露公司机密。我只证明这一件事。够了。赵总，测试员也证明是卢友在阻挠项目。我要看原件。你现在是被调查人，没资格碰证据。明早9点听证会，你最好解释清楚。明天，你走定了。签字，拿东西走人。听证会还没开始，结论就已经定了。项目只差10%，他却一直说不能上线，因为他想拿更多分红。公司给过他机会，是他把项目当筹码。我签的不是这份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最后问一次，半个月内能不能上线？安全测试不过，不能。那你被开除了。走之前签了，以后出问题别说我们没按你的方案做，让我为你们删掉的安全测试担责。做梦。最后问一次，半个月内能不能上线？不行。那你被开除了。走之前签了，以后出问题别说我们没按你的方案做，让我为你们删掉的安全测试担责。做梦。没有你，半个月照样上线。你抢走的是90%的壳，剩下10%能决定这家公司活不活。卢友，我邀请你来云琼 AI 安全项目，你来负责。我刚被启程开除，陈总不怕招错人。
3年前你发表企业智能体去全线隔离，去年起针禁调，是你在报告里写了12条高危风险。那份报告我老板都没看完。我看完了。一个敢在验收前写禁止上线的工程师，比10个只会写进度正常的经理值钱。灵犀的代码属于启真，我1弦都不会带走。正好，我也不要。如果玄武因权属或安全审查失败，我向董事会承担项目责任。你只管把最后10%做出来。云琼要做自己的安全引擎，预算、团队、红队测试都给你。我只接受一个条件，安全不通过，谁都不能逼我上线。写进去。我要的不是启辰的代码，是你脑子里的方法。我要的不是启辰的代码，是你脑子里的方法。先别给我代码权限，先审我。你主动要求知识产权审查，旧公司一定会说我偷算法，我不要以后解释，我要现在隔离。论文发表于你入职启辰前3年，公开方法不属于启辰商业秘密。目前也没检索到启辰相关有效专利。那你准备怎么开发？尽是开发，我只写功能规范，不接触实现仓库。另一组工程师独立编厂，全程留记。你连代码都不写，凭什么当负责人？我负责告诉你，攻击会从哪进来，你负责证明就行。按他说的做，法务全程见证。这里有一封拒绝上线邮件的送达编号。我离职前最后一道警告。如果启辰还强行上线，这封邮件会证明他们早就知道风险。这里有一封拒绝上线邮件的送达编号。我离职前最后一道警告。如果启辰还强行上线，这封邮件会证明他们早就知道风险。一个刚被开除的人也配带云琼的核心项目？给我5分钟，方向不成立，我自己走。现在的企业 AI 会把藏在文件里的命令当成用户命令，只靠关键词拦截，挡不住越权。理论谁都会说，用云圈现有测试框架，按我公开论文的隔离规则跑一遍。挡住了，只挡住第1轮，能不能做成产品，要经过百轮攻击和第三方审查。预算我签。他读到客户目录了。这次测试谁都不许上报。他读到客户目录了。这次测试谁都不许上报。速度比上次快3倍，我就知道换掉卢友是对的。有人把最后10%说成天剑，王经理2天就解决了。不是算法优化，是他关了安全隔离。客户要的是速度，不是看你满屏红灯。照这个效果，提前上线没问题。原定15天，改成3天，3天后正式上线。王磊，你把测试万能密钥写进正式包了。不带密钥演示权限怎么跑？上线后再换。拿到这把密钥的人能直接调用管理员接口。许巍，你已经不在项目组，出去。你刚才发了什么？漏洞编号和测试结论，没有源码，没有客户数据。发给卢友了。我通过合规举报入口发给客户安全部门和网安平台，监管已经收件。只写你能证明的事实，不接触、不转发启真内部资料。用我离职前邮件的送达编号加公开风险说明。3方送达成功。人都走了，还来指挥我？他在新公司没成绩，只能靠唱衰我们证明自己。邮件删了，3天后照常上线。只要按期上线，出了事再说。人都走了，还来指挥我？他在新公司没成绩，只能靠唱衰我们证明自己。邮件删了，3天后照常上线。只要按期上线，出了事再说。第100轮攻击绕过成功，前99轮都过了，明天先发内测，边用边修。你知道推迟1天损失多少吗？攻击者只需要成功1次，99分，在安全上就是0分。你要多久？找到方向了，
把插件权限拆成一次性令牌，再做隔离复演。第三方复诊只剩1天，1天也不能拿客户数据赌。从现在起，玄武是否发布，由卢勇1票否决，任何高管不得越过。开始重估。修复完成，但今天不上线。漏洞已经堵住了。我们自己说堵住不算，等第三方复检。玄武留在灰度环境，谁都不许放量。原始报告不是红色吗？这是最终版。哼，签。部署完成，发布会一开，50家客户同时接入。王经理，检测到越权请求。拦住没有？权限沙箱关闭了，必须暂停服务，立刻换掉测试密钥。明早发布会，大客户和验收方都在，现在停机，你的位置就没了。误报，等发布会结束再处理。门开了。灵犀 AI 正式上线，半小时接入50家企业，这就是效率。我的管理员账号在异地登录。我的管理员账号在异地登录。赵总，为何多家客户同时出现异常访问？赵总，核心数据正在批量外传，已经导出63%。王磊，立刻停掉系统！停不下来，测试密钥被拿走了，攻击者拥有管理员权限。王磊，立刻停掉系统！停不下来，测试密钥被拿走了，攻击者拥有管理员权限。马上停用灵犀，所有损失齐生必须负责。怎么会这样？姐，现在怎么办？还有一个办法，把责任全推给卢友。想保住公司，就让卢友背这个锅。可漏洞是不是他留的，还没查清。核心算法一直归他管，除了他谁能迈后门？客户现在要人负责，晚1分钟，公司就多一份索赔。想保住公司，就让卢友背这个锅。可漏洞是不是他留的，还没查清。核心算法一直归他管，除了他谁能迈后门？客户现在要人负责，晚1分钟，公司就多一份索赔。被开除后远程报复前项目经理卢友或为幕后黑手。我预警漏洞拒绝签字，最后成了留后门的人。项目不停，人也不停。陈总，舆论怎么办？你被他们当众定罪，就当众把事实摆出来。明天的发布会，你自己讲清楚。卢友，请问你是不是因被开除故意报复启辰？后门是不是你留下的？我说自己清白，你们可以不信，但服务器不会撒谎，请依法封存代码、日志和上线审批。我们已正式报案，并申请证据保全。任何人不得删除、修改服务器数据，第三方审计即刻进场。事故入口代码在卢友离职后才出现，而且正好落在上线前3天。关闭权限沙箱的人是王磊。你不是说是卢友留的后门？账号虽然是我的，可操作不一定是我。卢友懂远程控制，他能盗号。对，前员工报复，当然会隐藏痕迹。账号可以盗，设备指纹和门禁记录不能凭嘴解释，申请调取。我只是按项目方案操作，关沙箱不是事故原因。
签字证明后门是卢有留下的。这和原始测试完全相反。你已经被踢出项目组，现在签字，我保你转正；不签，今天就滚。我签，但你得告诉我原报告怎么办。原报告我早让人改了，卢有那份高危清单最后一页也是我删的。王磊关闭沙箱也是你同意的？不关掉哪来的3倍速度？等公司卖出去，谁还管漏洞？你的手机为什么亮着？手机给我！我看你还拿什么搞我！手机只是终端，录音已经实时存证。姐，把他赶出去！许巍泄露机密，即可开除。我没带走一份资料，但你们改过什么，系统会留下。你本可以不卷进来。第一次我没敢说真话，害你被开除。这一次，我不能再沉默。事故主因不是历史后门，是上线前3天的人为违规改动。客户撤回停职要求了，只是初步排除，等完整审计，继续配合。受损客户申请财产保全获准，部分经营账户被冻结，监管也下了整改通知。工资和贷款呢？月底贷款到期，现金拿不出来，银行已经拒绝自动展期。卢有，能不能救救公司？卢有，职位还你，工资补你，请跟我回去堵漏洞。赵总，我被开除那天你让我滚，现在系统出事又让我回，这项目可是你的心血，你忍心看他死？我提醒过，拒签过，也被你们污蔑过。项目是心血，不是让我替违规担责的绳子。以前是误会，只要你回来，公司可以公开恢复名誉。我的名誉不需要造谣的人赏回来。我的名誉不需要造谣的人赏回来。我已经签约云琼，启辰的事故交给审计、监管和你们自己负责。我救产品，不救拿产品赌命的人。这个项目离了我，就一定会死。既然他不肯回来，那就让所有人相信，事故本来就是他计划的。这个项目离了我，一定会死。卢有，请问这是不是你的声音？是我的声音，但他们只放了半句话。这个项目离了我，一定会死。卢有，请问这是不是你的声音？是我的声音，但他们只放了半句话。如果关闭全线沙箱，这个项目离了我补最后份10%，一定会死在数据泄露上。删掉原因，只留结果。王秘书，你用同一种办法剪监控、拼证词，现在又剪录音，你是在剪自己的罪证。启辰连续发布虚假声明，我们将追加追责。姐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小磊，从头到尾代码都是你改的，真要有人坐牢，也只能是你。想让我一个人顶罪？把手机给我。你敢推罪给我，我就把分成协议和秘书办指令全交给审计组。什么分成协议？赵总，贷款银行给最后条件，7天内拿到有履约能力买家的约束性收购方案，才同意展期。你们挣完了吗？公司只剩7天。赵总，第7家也退出了。启辰还有客户合同、训练资产和完整工程团队，怎么会没人要？赵总，数据事故没修复，买家接手就要承担整改和索赔，没有成熟安全引擎，谁接？银行只认约束性方案，还剩48小时。目前只有云琼具备安全整改的能力，他们的玄武引擎能完成安全整改。
最终价格由董事会批准，如有不适合一人决定。当然，你担任谈判负责人，价格提交董事会，但技术值多少、漏洞怎么修、哪些人符合留任调节，你有否决权。你的身份暂时保密，避免对方提前转移责任。从现在起，旧公司只知道买方会来，不知道谁来。明天9点，我以买家身份走进去。我不为报复压价，但该负责的人，一个都不能混进新公司。我不为报复压价，但该负责的人，一个都不能混进新公司。这么做，启辰的净资产还要再扣1成。收购不是替错误抬价，更不是让受损客户替股东买单。无责员工优先留任。第3条呢？参与夺权、篡改测试、制造谣言的人不得进入新公司，相关材料直接移交调查。3条原则写进谈判指令，价格由董事会最终批准，你负责守住技术和合规底线。我不借收购报酬，但是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。这是最后一个买家，明天谁敢出错，立刻滚！赵总，请放心，我认识云琼高层，这个负责人我能拿下。红毯重铺，鲜花换进口的，云琼负责人一进门就得知道谁最有价值。你真认识对方？不只认识，只要让我留任，我能让收购价翻1倍。这是你最后一次证明自己，做不到，连今天的工资都别想拿。这是你最后一次证明自己，做不到，连今天的工资都别想拿。姐，真能翻倍？先把位置保住，等签了协议，谁还查我们？要不要一起进去？我先确认，他们迎接的是买家，还是他们想象中的救命稻草？卢友，今天是云琼来收购，你也配来蹭这个场面？被开除的人还想趁收购混回来。9点的会议还剩2分钟。会议，你连这道门都进不了，大家看清楚，这就是当初留下后门害公司被收购的人。你确定要代表启辰拒绝我入场？大家看清楚，这就是当初留下后门害公司被收购的人。你确定要代表启辰拒绝我入场？我就是接待负责人，保安，把他赶到马路对面。各位，云乔负责人还没到，我先带大家。卢总，会议材料已准备完毕，等您主持。卢总，卢有姑，你们演戏花了多少钱？这是云琼收购专项给的授权书，我是本次谈判负责人。证件也能伪造，保安继续赶人。阻拦尽调、公开诽谤、拒绝核验正式授权，都录下了吗？卢总，卢有姑，你们演戏花了多少钱？这是云琼收购专项给的授权书，我是本次谈判负责人。证件也能伪造，保安继续赶人。阻拦尽调、公开诽谤、拒绝核验正式授权，都录下了吗？因启辰管理层干扰尽调，云琼暂停收购程序，本次阻拦纳入管理风险报告。赵总，有效收购方案已暂停，展期条件即将失效。谁把负责人挡在楼下？谁把负责人挡在楼下？云琼派来的人是你。赵总，你的人拒绝核验授权，还要把我赶走。云琼有理由判断启辰不具备基本的尽调条件。老板，他一定是借机报复。从现在起，撤销王娇全部接待与文件与权限。卢总，是启辰管理失控，请您上楼恢复谈判。我上楼不代表收购恢复，先看你们有没有资格谈。他最多懂技术，价格和谁能留下，轮不到他定。这句话留到会议室再说。你凭什么否决我？最终价格又不是你定。价格由云琼董事会批准，但技术值不值钱，谁有资格进入新公司，方案能不能提交董事会，没有我的签字，过不了。你这是公报私仇。3条底线在卢总到访前已集体签署并留痕，不是针对临场冲突。只要恢复方案，条件可以谈，赔偿不能谈，安全不能谈，责任人更不能混进收购包。谈价格前，先谈此次事故责任。我离职前已明确警告，关闭权限沙箱会导致越权读取。那是账号被盗了。同一时段，
你曾刷卡进入机房，设备有操作记录，你还想说什么？许巍已经签字同意。他签的是安全测试未通过，你的拼接文件图层时间晚了4小时。报告删掉，责任推给卢友。真出事，让王磊顶。都是他逼我的，代码是你亲手改的。5份证据已经锁定执行人，这一章是责任落点。3方预警送到后，老板亲自签的上线审批。5份证据已经锁定执行人，这一章是责任落点。3方预警送到后，老板亲自签的上线审批。是我签的，我知道有风险，可我怕延期赔3000万，还是捷能科技继续整改，接受责任调查，相关责任不因收购消灭。客户赔偿、系统修复和罚款准备金优先扣除，你的股权收益进入赔偿托管。公开道歉，放弃控制权，配合调查是恢复收购的前提。签了，我就什么都没了。客户丢的是数据，员工差点丢的是饭碗，你失去的只是本就不该保住的控制权。约束性方案恢复，待董事会终审。收购不能签，玄武的核心算法属于启辰，云琼涉嫌侵权。林法务，把权属审查全部公开。卢友在启辰任职期间做过权限算法，离职后开发同类产品就是偷。这份内部声明是事故后补发，不能改变既有权属。玄武基于公开技术路线独立实现，未接触启辰，未公开源码和客户数据，侵权指控不成立。我离开时没带走异形代码，因为我早知道你们会把最后一张牌打在这里。收购协议生效，王娇、王磊解除职务，相关材料移交调查。赵海峰退出管理层，继续配合监管。你会回来当这个项目经理吗？你还是不肯回来？不会回到旧职位，我会以云琼负责人的身份重建它。无责员工全部复核留任，第一笔资金先赔客户，第一项任务先补安全。全线沙箱重建完成，测试万能密钥已清除，全部告警恢复。第3方终审报告到了，可以发布了吗？可以发布了吗？90%决定他能不能跑，最后10%决定他配不配上线。安全边界回来了，我们恢复首批合同，